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这里是红鲤鱼与你，欢迎来到红鲤鱼与你，终于叫到欢迎来到。不要说了，我现在口齿都不清楚了。好的。今天这一期呢，是我和小雨，我们两个来唠一唠，对语，我们的语来唠一唠曾经我们的彼此，曾经我们的往事彼此不堪回首啊。然后出狱吧。当时你戴着红色的帽子，绿色的短袖，还没有刮的胡子，然后看着我呆呆的。小雨啊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比赛。啊，对，就是其实代表他们那个天津那边，就是他们那俱乐部也算是就是最强的那个，然后我是代表我们俱乐部那边最强的，所以说是只是我俩认识，就是他认识我，但是我并不认识他。我好像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比赛呢。还没有比赛就已经听过我的大名，哎，就不说我这身份啊，放哪儿不得是这个？行，那贾某哥确实是河南非常有名的一位dancer， 年轻有为的 dancer 啊。在袁家村的那会儿，就是我爸爸通知我说你要参加这个选秀嘛。对，当时是我爸和我妈一块儿，然后带着我去的袁家村，是我们暑假集训，我们老师突然说有个选秀，然后让我去跳舞，就只管跳舞就行了。然后到后来那边通知我说我选上了，到后来有了这个《歌手出来了》这个节目，然后我就去了袁家村嘛，然后就和小雨见面了。其实，在袁家村啊，算是我和小雨的第一次正式意义的最近的开始说话的一次。对，然后当时家有个搂着小雨，然后旁边跟着菲姐，后面是朴老师，就看着我，小雨非常特别那种和颜悦色过来，这不是贾雨吗？他说哎，这不贾宝玉吗？哦，是，家有个就在旁边问他，真的我知道。哎，小雨，这是你朋友，那你快邀请他啊！对了，咱俩一起来参加这个选秀啊。其实有一说一，当时说实话，我根本不知道嘉尔哥还有菲菲姐还有朴老师是谁，当时根本就不知道。我真的也是参加那个之后我才，其实我进了 GIP 之后还是不认识朴老师的。咱俩当时还在那个选秀，当时就是现场 battle 一下。对，当时那个嘉尔哥看我跳完舞之后，不是很惊讶嘛，说哦，评价我说我跳舞风格特别像 JB 哥，然后他说哎，你知道 JB 吗？就是我们那个队长。然后当时为了给嘉尔哥面子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，其实我连嘉尔哥是谁我都不知道，但是为了给嘉尔哥面子，我说谢谢啊，我知道啊，谢谢，我就站在旁边，就是这个反应。我们当时好土啊！好土啊，真的。然后小雨，我跳舞的时候在旁边坐到那个路边，我和淼叔对，在那坐着，在那看着我跳舞。那当然这样的话，我和小雨其实我俩之间倒没啥，小雨就和琪天津的那几个一起玩嘛，然后我就和我们狗，对，我和狗玩的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从刚开始的时候，狗狗和我关系很好。还记得你在 GIP freestyle 了一下，然后卡了个点，狗妹在旁边，然后就真的是小动作卡了个点，就真的就觉得我就是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的感觉一样。我还记得有一个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小雨因为他是最早进公司的嘛，整个全哥就告诉小雨说，让小雨好好教我们，然后告诉我们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。但是你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挺有责任感，然后让你跟我一起，就是跟他们办那个 Just Right。然后当时小雨就说我是前辈，对，我是前辈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我是先进来的。就全哥说的，让你们听我的，有什么不懂的都问我。没意思。你的原话。当时咱们一直聊。哎，其实我觉得，就是掏心底的说，有些我和小雨现在就像有一种父子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。就是我是父，他是子。我是父，你是子。只要是他们一犯错，哥哥就会第一个来找我，然后是哥哥来就是直接来问我说小雨啊为什么这样怎么样，有种就是孩子在学校犯错了，然后请家长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就有这种感觉。然后每次都是我被数了一通，然后回去我再把小雨数了一通，然后小雨说好，我知道了，下次继续再犯。笑着跟你说，好，下次不会犯。小雨之前真的好乖啊。小雨小时候就是我让他帮我干嘛，他都会就是立马去帮我干。对，小时候确实是非常听话的那种。对，你也认识到从小就学过一个道理，不知老人言，
不是老人啊。什么叫不吃老人言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然后但现在呢，这就不好说了。你说小雨看那果汁多渴。当时确实，如果我们犯什么错，第一个骂的就是你，所以因为小雨也被骂，我被骂的次数是最多的，就是因为小雨。作为队长，然后就是如果我们6个都没有人承认来的话，就说小雨你来承认一次，下次换数量。然后就开始被骂嘛，然后我们在卧室这样讨论完了，然后我说别呀，上次就是我。当时确实没有办法。这也是一个管理的方式。当时也确实没有办法。但是小雨就是小时候最好点的，就是如果这么跟他说，好好说的话，就是小雨说行，我帮你扛了，就真的很仗义，就是就直接我帮你们扛了，就不是他弄的，就是哥说。然后虽然说当时骂的是他，但是我还是会心疼的。还记得咱俩特别沙雕的事情吗？始终忘不了的就是咱俩第一次吵架。贾宝哥当时在韩国没有韩币了，我们当时也都不会换钱，然后就是急用，然后我就帮贾宝哥垫了好多钱，200多人民币吧。我问贾宝哥那个钱还我一下，然后你说不还了，最近我没有钱了。然后我当时就生气了，然后我怎么说这话呢？就哭了。我觉得我被这个世界骗了，人生就可能是这样的。我就是你的全世界吗，小雨？那倒不是，就是。你不是说你被世界骗了吗？当时肯定也是逗你玩的，但是我现在根本就记不得。主要咱们当时小孩嘛，然后你不还我钱，然后我就生气，小学生吵架那种语气。你当时觉得我挺好笑的嘛，因为你当时在逗我，然后你觉得我挺好笑的，然后就要去打你，然后你一躲。然后我使很大劲，然后一转一圈，回来没打着，是火懵了。感觉类似于那种无敌旋风踢的感觉，转了一圈，就是转了一圈，就是转了一圈想要踢我，然后我就淡定的从他面前走过去了。可能因为年纪小腿短，就踢不着我，就在自己空中在自己转了一圈，还摔地上了，然后从地上爬起来，这么看着我，一边看我还一边提了一下裤子，这么盯着我看。但是现场来还原一下。没有，我当时呆了。来上道具，来。我又不是不还你，我现在这钱包没给你拿。我真的挺没闪裤子。真的。其他哥哥姐姐都在练习，然后我们周日去看武打大会。这事儿上当时这个武打大会。周日本来是我们的休息日嘛，然后田哥让我们去公司练习，然后我们当时都一直在抱怨，哥姐们都不练习，就我们练。当时我们练完之后嘛，闲着无聊，我就突发奇想，组织来了一个比武大会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打架方式。贾宝哥就是，我就是纯，你就不管你怎么弄，你就弄不够我。就愤怒。我是化愤怒为力量。龙哥就是薅头发、接手指头，很霸气。小雨呢就是原地旋风踢，然后狗呢，狗就是它灵活，对它跑特别快，对它打不过你，它跑了。是啊，它跑得快呢，从6楼跑1楼。然后奇迹呢是我劲儿小，但我跟你说，我说着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我偷袭你，然后说呢就是打着我自己急了就开始咬，但是我们都是就是我们知道。力量该使到哪个地方，然后都是闹着玩儿，对，就是有轻有重，都是闹着玩儿。然后从此这个武打大会就在 Boy Sorry 就传承了下去。但是现在啊，就是练习生的时候，就是我发现咱俩其实还有一点，就是有些时候会贼有默契，然后有些时候会贼没有默契。毕竟是父子关系。父亲在这儿，儿子怎能不从呢？可以说你是妈妈吧？对，我都5个怪儿子呢。咱俩从断绝母子关系，不对，父子关系。妈妈救命！好，咱们今天说的也很多了。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红鲤鱼然后到此结束了。请期待下一次我们的 talk 吧。拜拜。都有默契，同时说拜拜。